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960的前置第2阶段终于结束了，有非常多的玩家好奇，这一次960到底拿多少分啊？因为之前都是破纪录，最高纪录就是当时候打307的时候，那时候分数有70亿，那时候打365才60.5亿而已。那么这一次960的分数呢，其实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夸张，这一次只有33亿而已。但是你们看前3名的王国1960、1671、2733，这些王国都是跟960合作的，那也因为这样他们又吵起来了，说这个第2阶段就可以证明这3个比较强的王国绑定在一起，这3个王国可以很轻松的赢 KVK。 我听到这个东西我都觉得好笑。那你们看到前面我分享2个列表嘛，分别是打307还有打365的时候，分数都是比这一次还要多出1倍耶。所以严格来讲960这一次是真的没有爆多少兵。再来我们看一下 1V 的分数，排在第7名，基本上1034这个分数呢算是几乎没有什么爆兵了。那我认为1034不爆兵的原因就是他们原本体积就已经过于庞大了，我也不排除是因为登峰造极的影响即将要出现了，有一些玩家他们要留着加速等那时候才爆兵。所以1034这边我就不做批评了，我就解释一下为什么960会爆兵。假设有关注960上一场 KVK 的玩家应该都知道，上一场是跟2489打 KVK， 基本上我们是打友谊赛，是没有爆兵了。那时候也是很难得的960并没有在第1名，因为双方都是想要利用对方把自己战力压得更低，所以讲真的这一次960只有提升30亿呢，已经算是很少了，只是一些玩家他们可能不够兵力去提升一点点而已。因为你们看个人排名，除了那俄罗斯父子还有960的一个大佬之外，你看下面RZ的小号都在排行榜上面，那些大佬的名字，豹哥、随风大哥、RVX、RZ、狗哥、本加明，这些全部都没有超过1亿积分。再加上这一次 KVK 毕竟还是3打5，960还是需要准备基本的战力，不然要怎么打得过对方呢？我们看一下960的战力排行榜，基本上这些大佬都是超过3亿以上呢，就不用看了。2亿战力以上的玩家有15位，1亿以上的玩家总共有74位，比较起之前真的是少很多。以前1亿战都是有超过100多个玩家，现在只剩下70多个而已。所以讲真的，这一场 KVK 是真的不好打，尤其是关卡5开放之后，960就要打2个王国了。不过今天的重点还是在这2个俄罗斯父子，他们的分数是已经超越了大多数的玩家，各自都获得31亿积分。并且他这一次爆兵呢，是已经把这2个账号提升到10亿了。哇哦，莱耶目前战力11亿，击杀有121亿，但是阵亡数比较起其他的11大佬呢，他们的阵亡是真的很少。另外一个账号 Mr. Hope 也是差不多的数据，11亿战力，120亿击杀，就连阵亡都跟哇哦莱耶是差不多的。我甚至怀疑俄罗斯父子是有强迫症的，为什么那个数据升得这么平均不管是战力击杀还是阵亡都是接近了。那当然有一些玩家看到怎么他们的数据这么糟糕呢，可能会觉得他们是10亿的废物。那基本上来讲他们的 ID 还算是比较新一点，所以数据方面肯定是没有办法跟 Yoda、爸爸、咪咪他们做比较的，但是他们的数据居然是比 Maverick L 还要更好的。那么国际服的老玩家应该都知道，这个玩家呢是已经玩了很久，但是他的击杀数呢还在103亿，历史最高战力15亿，阵亡会比俄罗斯父子还要多一点。但是你们想一下，这个玩家都已经玩了差不多4-5年了，他的阵亡不多的话也说不过去吧。所以严格来讲，俄罗斯父子的数据不算是最糟糕的，但是这2位的名声就好像有点不太好。我听到一些观众说这2个人呢，他们是专门去那些王国抢 MGE 的，但是那些事情我也不太了解，所以我就不做批评了。我们看回来这一次他们的分数，那么严格来讲，他们这个分数呢，其实还没有打破960的最高纪录。那之前亚老有没有爆更多的兵我就不清楚了，但是之前打365的时候，狗哥的账号就已经爆了比他们还要更多的兵，不过也就差那么一丁点而已。但是你们记得我之前有说过吗？狗哥这个账号他是用了大概30年的加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俄罗斯父子到底花了多少的宝石加速。
那么因为这一次前10的排行榜呢，其实有升到1亿以上积分的玩家是真的很少，所以我只是排前5名而已。那你们可以看到 Mr. Hope 跟 WOW 莱恩呢，这2个分别都是提升了 1.5 亿战力，相当于1500万的部队。那因为这2个人是父子的关系啊，所以照理来说数据应该要算在一起才对。假设是真的算在一起，这2个玩家总共是提升了3亿战力，3000万的 T5 部队。那么总共到底花了多少钱呢？那么我这个计算呢，只是初算而已啦，就是讲他们可能花的更多或者是更少。只是计算一个账号总共是花了 6.8 万，如果是把这2个账号的价格算起来的话，总共是 13.64 万美金。这个是目前的兑换率，如果是换算去人民币的话，大概是 99.2 万。那其他地方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是这个价格在马来西亚是可以直接买一间屋子了，而且是品质还不错的房子，不是那种很烂的房子。当然这个计算并不是算他们整个账号，而是这一次第2阶段的分数而已。所以严格来讲，培养这2个账号的费用呢，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夸张啦。至于宝石消耗方面呢，一个账号总共是花了1670万左右。当然我这个计算是已经用最省钱的方法去计算了，你们可以看到我这里的兵量卡在1404，就是一天的加速、铭文、文明、皮肤、王国争议全部都已经开的情况下省出来了，基本上一个账号是花了30年左右。那么看到这里，我相信有一些玩家想要问，他把加速花在这个地方之后，不是有登峰造极吗？难道他登峰造极不想要抢皮肤？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去冲登峰造极了。但是以他的财力来说，我觉得要冲登峰造极应该不是什么事情。所以我相信之后登峰造极的分数呢，应该会比这里更夸张才对。那么看王国排行榜，基本上960应该是拿第1名了，除非第2名的1671他们在第3阶段的时候打了很多劫掠者城寨，或许还有机会反超960。就像上一次365跟960那一场一样。不过第2、第3名都是960的盟友啊，所以被反超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。再加上1671，如果他们是真的要走出关5去打的话，也是需要打2个王国，所以给他们提升高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不过这边分数相差1亿啦，我觉得也不太大可能可以追回来，这个有一点远。反而我还比较好奇1034是不是真的就卡在这个位置，因为这边的争议只是打野蛮人经验值提升而已。如果 1V 真的要拿比较好的争议的话，至少要卡在第5、第6名左右。研究跟跑速提升都会比拿经验值还要更好吧，就看他们会不会提升了。但是看他们这个分数要提升也是有一点难了。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下960开关卡的时间，关卡4开放的时间是在这个月，也就是9月28号。不过我觉得各位可以不用期待关卡4了，一般来讲960的关卡4呢是真的没东西打的，都是看着对方而已。这一次的地图960下面那个王国呢，也算是整个地图里面数据最糟糕的王国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出来打的可能性是真的很低啦。就算对方真的是出来了，我觉得在短时间内960是肯定会封门口的。所以关卡4除非1671他出去打对方的话，那还有可能有东西看之外呢，否则我们就要等到关卡5。关卡5开放的时间是10月7号，关卡5是肯定有东西看的，并且那个时候就是960要1打2了，所以那时候应该会蛮有看点的，就各位可以期待一下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